今天的故事要从新加坡洗钱案说起。去年8月15日，新加坡警方逮捕10名洗钱嫌犯以来，其中9男1女，他们原籍来自中国福建，这里就叫他们福建帮。他们有些人其实早就被中国警察通缉。据了解，这些人都是福建帮的领导人物。随着调查，也不断爆出新进展，涉案金额也从一开始的10亿新元，扩大到如今的30亿新元。在他们的住所扣留了大量现金、豪车、名表、名包、名酒，还有100处房产之多。但这10名洗钱大佬就是不认罪，还一直以家人、疾病为借口寻求保释。现在福建帮的苏姓老大苏某金终于扛不住，有意认罪了。苏某金面临一项拒捕控状和一项抵触贪污、贩毒、严重罪案、没收利益、法令的控状，指他持有从非法远程赌博网站所取得的405万新币的黑钱，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黑钱洗白。苏某金拥有5本不同国家的护照，被警方充公的资产共约 1.7 亿新币。他在海外有大概2000万新币的财产，其中包括在伦敦、柬埔寨和塞浦路斯等地的豪宅。根据新加坡警方的调查，这个团伙的老二苏某强罪行有很多，通过在菲律宾非法线上赌博，获取中国赌客钱财，在新加坡消费等等等等。在新加坡警方逮捕他时，他以为是仇家找上门，走到阳台外探查情况，一不小心从约4米半的高处跌下，导致双手脚骨折，随后又听到像是有人在开枪，于是匆忙躲进沟渠里面逃命。最终8名执法人员赶来围捕了苏某金，他极力辩解，自己并不是想要拘捕，这是误会。不愿透露姓名的租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，苏某金是洋房的租户，很少露面，经常通过地下停车场进出，种了许多树，举止显得神秘。苏某金为什么会逃？猜测很可能和他喜欢招花惹蝶的性格有关。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现在我们讲我们常见的一些洗钱手段，谨防朋友们陷入骗局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洗钱有2种洗法，一种是在国内洗，将非法收入洗白，这个洗法很贵，一般的收费都要 30%， 洗白100块钱收30块钱。另一种洗法则是将国内的钱洗到国外去，俗称资金出逃。洗出国的成本根据方式不同，变动幅度很大。大家都知道，钱这种东西总得是有一个来源，要么你自己做老板挣钱，要么打工挣钱，总归都是来源。举个例子，有一天你捡到了100块钱想花，但不想被父母发现，怎么办？于是你找到卖冰棍的老爷爷，给了他50块钱，让他送你回家。你告诉他，这50块钱是你卖了一下午冰棍的奖励，白赚50。老爷爷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回家后，父母看到你辛苦赚了50块钱，就像收税的一样收了20，只给你留了30让你自己花了。虽然你损失了70块钱，但你拥有了光明正大的花30块钱的权利。这就是你把这30块钱洗白了，把父母变成国家，老爷子变成中介，捡钱变成贪污，20变成税收，这就是洗钱。你坑蒙拐骗贪污受贿回来的钱，天然就不合法。你拿去存银行，金额少就算了，
银行也懒得理你。但是如果金额太大，达到100万级，银行根据反洗钱法的规定，一定会审查你的资金流水和收入来源证明，你的业务合同会被反复翻检，而且就算你蒙混过关了一次，你下一笔黑钱又咋办呢？所以，身为一枚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，你很有必要了解洗钱的知识，才不会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，惹上麻烦。影视行业天然就很适合洗钱。首先是影视剧的制作成本不透明，其次是影视剧的收入无法核实，一收一支，两方面都可以洗。具体来说，在支出方面，群众演员啊、场景道具啊、造型化妆啊，都需要花钱，但是实际花了多少钱的支出才合理，根本没有客观标准。就拿造型化妆来说，你付给一个刚成立的策划公司1000万，由他去请一个所谓的日本大师，设计所谓特别复古的服装和发型，而且你还明目张胆地拿这个事出来做电影宣传，没人敢说这个价有问题。当然了，这家策划公司的股东如果追查下去，最终一定会查到你自己身上。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影视公司也不用公告这些策划合同，在影视公司多年的宣传下，愚昧的老百姓也都相信了搞个造型都要花几千万的合理性。其实真正付给服装设计师、造型师的钱只有几万块。然而这也是行业内的秘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特别和谐。当然，除了造型这一块，影视制作的其他方面的支出同样也是一塌糊涂。比如特效制作，站在栏目前表演，然后用电脑制作背景，请问这到底需要多少成本？请几个程序员熬夜做视频，用不用花几千万上亿的投资？这种问题根本无法讨论合理性。至于这些钱的最终去向，如果追查一下，也一定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发现。基于这样的理由，很多影视明星成立诸多影视制作公司、工作室、策划公司以及特效公司，承接自己参与的影视作品的策划、造型、后期制作等等工作，也是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自己后台老板的钱自己洗，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洗，洗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至于影视行业的收入，也一直都是不解之谜。电影可以假造票房，即便因此多交点税钱也无所谓，就当是洗钱的成本了。电视剧可以假造版权收入，你怎么衡量一部烂剧值多少钱一集？一部烂剧作假做出几个亿的收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然后这些收入被分配到各个假装投资了该剧的影视工作室，就此洗白。在大陆把钱洗白的典型行业还有2个，餐饮和加油站。低端连锁餐饮尤其是洗钱的最普遍途径，类似潮汕地区的猪脚饭和广西地区的酸笋粉。这些低端连锁餐饮的背后，与潮汕和广西地区的走私潮有千丝万缕的关联。你根本无从查询这种连锁餐饮的加盟费用是怎么回事，到底花了多少采购成本，卖了多少份饭，也无从查询这些规模庞大的资金的最终流向。加油站同样也是如此，民营加油站的每天都有巨额的现金流水，资金来来往往，收与支都无法核实，股东构成也是变幻莫测，乃是洗钱的绝佳途径。与这俩类似的，就是小型连锁士多店。不过士多店被盯得很狠，也已经不是现代的洗钱主流方式。在这些显眼行业之外，还有一个你们可能意识不到的隐蔽行业，文化出版行业，同样也可以洗钱。
尤其是杂志，在支出方面，给作者的版权费乃至发行费就已经无法核实。在收入方面，广告收入和杂志销售收入这些更加难以核查，甚至连销量本身都无法核查。某个以抄袭出名的矮个作家，就因此靠几本杂志走上了成功之路。后来做大之后，此人还顺理成章地介入影视行业，也算是一脉相承。此外，古玩行业也可以洗钱，假装拍卖一件古玩，左手倒右手，把拍卖价格推到天价，自己整一个匿名马甲买下自己的古玩，在前些年也很是流行。但是古玩拍卖太吸引眼球，整个古玩圈子也不大，成交价太离谱的话，立刻就是全民话题，银行马上就会警觉起来，进行资金穿透追查。这导致前几年有好几宗非常轰动的拍卖最终违约。所以现在通过古玩拍卖的手段洗钱已经不常见了。现在来说，把钱洗出国。说到这里，依然要说回影视行业，经典模式是中外合拍片，庞大的根本说不清楚用途的制作费用，可以毫无嫌疑的不间断的汇往国外，满足各路资金的外逃需求，这就是中外合拍片基本上都是烂片的原因。出去的资金当然不会真的投资在影片质量上，而是一哄而逃，以合拍片的形式出逃资金，应该是目前来说成本最低、效益最好的方式。一部合拍大片的制作成本动不动就是上亿美元，最后能有几百万美元真正花在电影制作上就算不错了。1亿美元计的资金就此平平稳稳的离境。除此之外的常用途径，当然就是虚假外贸了。通过虚假的进出口贸易，集装箱货车拖着个空箱子在海关来回一次，报关单上盖好公章，资金就能合法出国了。所以每逢资金集中出逃的当口，深圳各大关口就是集装箱货车排长龙，这也可以作为反向指标。一旦深圳各大关口突然出现货车排队的事，就意味着资金在集中出逃了。虚假外贸是需要消耗时间的，需要一笔笔的凑额度。出口货品大都是基础工业产品，为数不多的高新科技产品出口会受到海关的重点关注，因此虚假外贸打扮成儿童玩具的最多。基于这样的理由，一车货你绝对不能说价值千万，这就露馅了，只能几十万的凑单。这样子的话，1个亿的资金要出逃，可能要花3-5个月时间。如果嫌虚假外贸花的时间太长，传说中的地下钱庄一般都是两头清的模式，在国内收你的人民币，同时在国外付外汇给你。几千万的资金规模，地下钱庄几秒内就能搞定，上亿资金也不是啥大问题。关键问题在于走地下钱庄的钱没有合法性，你在国内付钱给地下钱庄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，很容易被查出蛛丝马迹。而钱庄在国外付给你的外汇，更加没有合法依据可言，乃是你的个人账户上凭空出现的一笔钱。国外追查洗钱的力度比国内强悍得多，说不定啥时候，人家的金融管理部门或者税务部门就来找你谈话了，要你提供这笔收入的来源证明，然后你就完蛋了。所以，把钱洗出国，依靠地下钱庄只能实现物理出境，但是不能实现合法化，还是虚假外贸的路子。虽然时间慢点，但是更加可靠。对一些手里有点闲钱想弄出国的中产来说，去香港买可撤销的人寿保险，
曾经是一条出逃路子，在国内付费给港资保险公司，然后在香港撤销保险，付出一定的撤保代价，比如扣掉5%到10%的保费，就能拿到港币。接下来当然就是兑换美元，远走高飞。不过今年以来，借到香港保险出逃的资金追查得越来越严，恨不得每一笔保单都要由人民银行审查，所以这条路逐渐也被堵死了。此外，对外投资曾经也是一条出逃的路子，收购国外的足球队之类的无法合理估值的企业，或者收购酒店之类的资产。当然这条路现在也已经被堵死了，好几个全国性的大企业也因此被整到处于濒死状态。还有一个是不得不说，有很多人深陷其中，那就是跑分。所谓跑分，就是利用自己的银行卡、POS 机、微信、支付宝收款二维码以及虚拟货币账号等账户为别人代收款，再转到指定账户，从中赚取佣金的不法行为，类似于蚂蚁搬家的模式。近年来，流行利用虚拟货币在跑分平台洗钱。洗钱者先非法搭建一个跑分平台，吸引正常用户注册，平台搭建好后，就会在论坛、各种软件、线下渠道等发布广告，一方面找寻毒品、诈骗等有非法资金想要洗白的洗钱需求方，另一方面通过高收益、低风险来钱快轻松赚钱，不需要成本等噱头的兼职广告宣传招募跑分参与者。跑分参与者需要在交易所注册实名账户，然后把账户信息提交给跑分平台，并向平台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，然后就可以抢单跑分了。跑分平台将跑分需求发布在平台，跑分参与者抢单后，按照指令将非法资金转至指定账户。朋友们一定要做一个守法公民哦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